公路求生游戏加载中，当前进度82%，请耐心等待。再次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。只有3分钟，我疯了一样冲进厨房，锅碗瓢盆、挂面鸡蛋，能抢多少是多少。抱起一箱水往厕所狂奔，快，还要卫生巾。就在我碰到纸盒的瞬间，公路求生游戏加载进度100%，世界彻底黑了。黑暗散去后，我已置身于无尽的公路。没想到，我竟然真的重来了一次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，那些上一世出卖过我的人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欢迎进入公路求生，这是华国88大区666分区。开始介绍游戏规则：一、每个玩家可以自选一样初始载具，作为你求生之初的行动载具。二、请沿着公路一直向前行驶，公路上会有物资箱。三、物资箱内不只会有生存物资，还存在未知的危险。四、在心里默念游戏面板，你可以进行初始载具的选择。游戏前7天为新手保护期。我认真听完，深深叹了口气。还好，打锅段来了，最起码刚开始几天，哪怕运气差一点，也不至于饿得太惨。游戏中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，不要心存侥幸哦。你们的目标是走到公路尽头，那是你们唯一的追求，请开始你的旅程吧。马上开始。随着游戏的进行，会越来越残酷，慢一步后面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弥补。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要走到公路尽头。上一次我选择的是越野车，不但车况巨烂，油耗也很高，导致我前期用最珍贵的食物资源去交换车辆维修卡和石油。大卡车更不能选，第一批选择大卡车的本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但慢慢的就发现这就是个坑，几乎都为了买油而倾家荡产。就选这辆电动3轮车，电池可比汽油好过去多了，交换价格也便宜。恭喜玩家期许获得称号将种。作为游戏中第一个触发称号的玩家，当然要给你奖励啦！好家伙，选3蹦子还有奖励呀！白银物资箱可是新手保护期结束以后才会遇见，不过还是要小心，因为物资箱里可能伴随有怪物。靠，还真有怪物！恭喜玩家期许达成怪物首杀成就，获得称号胆大鬼。现在看看我的华丽数据，玩家期许24岁，载具全新农用电动3轮车，电量100%，健康值69。恭喜玩家期许完成首杀，请各位玩家抓紧行动吧。这游戏开始有1分钟吗？我车子刚选完就有人首杀了。无敌大佬出来说句话呀！这游戏他丫的不讲武德啊！我洗着澡呢，身上泡沫还没擦干净，参加游戏至少也让我穿个衣服吧。还好我在超市刚挑好一车一零食，我这是天胡开局吧？嘿嘿嘿嘿。看这2个称号有什么用？象种好的不选，非选赖的。驴多为一将，象种的头铁，佩戴后力量加5，胆大鬼。无论面对多么恐怖的怪物，你都不会感觉到太过害怕。目前只能佩戴1个称号，直接选择了将种。怪物死了，看看里面有什么物资，以期待，莫辜负。恭喜获得背包1，春夏秋冬衣物各1套，无菌换洗内衣2，鲜肉包8。大丰收啊！我这才是天胡开局。今日旅程剩余50公里，7天保护期内，每天行驶的公里数并不多，只要载具正常，人正常，几乎都能达到。看看有没有人出售好东西。谁有汽油啊？我愿意用5块电池交换江湖救急啊，兄弟姐妹们！还真有我要的东西啊！把昵称改一下，和前世一样，也叫无敌黑旋风吧。我有汽油，换你电池。宝箱。木箱子，最低等级，但是相应的危险度也更小。恭喜获得矿泉水、全麦面包、打狗棒，收获还不错。无敌大佬，我有5块电池，换你3单位的汽油，可以吗？啊呸，是我刚刚冒昧了，给我2单位就可以了。大佬在吗？2单位也不可以吗？成交。哎，没电了，要更换新电池了。今天行进了162公里，跟汽车新能源电池比不了，但和那些小推车、婴儿车的玩家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
嘿，朋友，我今天可正好得到了打狗棒。我紧攥打狗棒砸向饿狼，虎口震得发麻，看着他吃痛逃窜，才松了口气，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。我掏出怀里的馒头，撕开包装就往嘴里塞，眼角余光瞥见系统弹窗。我需要水和食物，我可以用我的美照换啊。劳力士换吃的，我这劳力士300多万买的，识货的。一条弹窗吸引了我，我快饿死了。我是真倒霉，一天就碰见了一个箱子不说，里面还就有一块不知道干啥用的黑石头。我边嚼馒头边疑惑，我点开弹窗细看，心里暗惊，第一天就有人开出这种好东西。指尖悬在屏幕上，准备询问。怎么样，大佬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要吗？我强压激动回复不知，先问出价。这是我从一个青铜物资箱开出来的，我想换一瓶饮用水和一个吃的。我立刻回复成交。系统弹窗问我是否交易，我立即确认。掌心突然传来冰凉触感，黑石头已然出现。我攥紧石头，心里狂喜，这可是空间石。系统音突然响起：嘿，幸运的聪明人，你找到了初级黑色空间石的真正用途哦。请问是否要对背包进行扩容？扩容后将增加10个储存空格。我毫不犹豫选择是，瞬间感受到背包传来的轻微扩容波动。扩容后，你的背包拥有了20个储物格。摸了摸怀里充足的食物，我冷静下来。木棍对付厉害野兽不顶用，得再换把靠谱武器。我练得差不多了，健康值和疲劳值快到极限，必须要休息了。我走到车子面前，随便找了个地方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天渐渐亮了，我一觉醒来，感觉浑身轻松。我向四周看了看，确保没有问题。我跳下车，我用手指在车上点了一下，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：恭喜你哦，新大的玩家达成游戏首页睡眠质量最高成就，获得新称号没心没肺小朋友。我上一轮游戏拼搏了3年多，也就一个称号，这刚回来还不到24小时就拿3个奇葩称号了。称号没心没肺小朋友佩戴后，力量、敏捷、体能各增加3点属性。我感叹好家伙，这称号不错呀，比酱种好用。玩家期许女，24岁，称号没心没肺小朋友 ，ID 886620010608，昵称无敌黑旋风，载具全新农用电动3轮车，电量99%，健康值68，肩颈过度思考，手部腱鞘炎，身体整体呈现亚健康状态，疲劳值15，唯一拿得出手的数值了，力量21+3+5也是弱鸡一只，体能26+3，咱锻炼过吗？敏捷25+3。磨磨唧唧的，跑都跑不动。综合战斗力41，空有招式，没有实质。女孩蛮奇怪的，开挂了。物资挂面6，鸡蛋20，矿泉水550毫升13，盐精致小煮锅1，背包20格，春夏秋冬衣物各一套。无菌换洗内衣2，自热米饭4，自热小火锅4，金属5，铁块5，汽油1，钉子10，开山刀1。开门红啊！我刚清点完物资，突然弹出载具升级卡碎片提示，恭喜获得载具升级卡碎片1/6。载具升级卡碎片可是好东西，后面升级载具用，不过只能靠开宝箱，概率太低了，很难凑齐。我这里有载具升级卡碎片，换吗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换一瓶水1片，可以，我有3片。成交。这退役魔法少男估计是拥有卡车的大冤种，所以他一点都没想法在升级自己的载具上，才把碎片卖了。目前只剩下2个碎片，就可以拥有1张完整的载具升级卡了。红绿灯，快走！如果绿灯前过，很有可能会被怪物包围。前方500米，经过服务区。红绿灯后一定会有站点，站点的种类有很多，大多数是有机遇，当然也有危险的存在。我在道路上，前方是一个垃圾站。我下车，看向垃圾站。我鼻腔瞬间被腐臭灌满，虽臭，但物资匮乏初期，这便是绝境中宝藏地。进入请交费。我是新手保护期，免费。口令正确，请进入。恭喜玩家获得新称号白嫖怪，你咋这么会薅羊毛呢？怎么又是奇葩称号？佩戴此称号后，遇见红发怪物商人可免费白嫖1件商品，遇见绿发怪物商人可选择1件商品1折购买，遇见紫发怪物商人全部商品打5折。这称号牛逼呀！垃圾堆下面东西太少了，我只能踩着堆叠的垃圾堆往上爬，
去上方寻找物资。虽然没啥好东西，但这次收获不少，竟然收获了几盆水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就是贪婪的人类啊！恭喜宿主触发关键条件，获得废品回收工工作证，请妥善保管。我伸手稳稳拿住，仔细端详，证件摸起来厚实有分量。工作证，上一世3年多还真没听过谁拥有这玩意儿。废品回收工工作证作用：一、免费进入垃圾站；二、可直接出售废品。进入垃圾站的费用并不高，聊胜于无吧。直接出售废品这一点也许大有可为。先把能吃的东西给挑了出来，全部上传到了交易频道。你上架了以下食物：10袋边角长着霉斑的全麦面包，3盒过期2天的酸奶，半截被咬过的火腿肠，2块塌陷流油的草莓蛋糕，比较浑浊的水。这些东西会轻微降低一些健康值，我自己肯定不吃，但对于急需食物的来说，都是能救命的东西。交易空间上传了很多吃的喝的，有需要的直接交易，比较忙，拒绝私聊讲价。啥？大量出售吃的？我没眼花吧？我的天！我要，别跟我抢！好像都是临期或者过期的呀，不会吃死人吧？损坏的太阳能移动小电箱可连接各种电器进行使用，成功修复需要铁丝8、电线1、橡胶2。有了这个损坏的太阳能移动小电箱，修复它，我的电动车和电池就都有救了。系统告诉了我修复小电箱的材料清单，其他我都攒够了，就差一节电线了。我在公共频道发出那句话：在废土，每一个需求都是暴露弱点，但也是打开一扇门。谁那儿有电线啊？私聊消息发送，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。回应来了，一个要1顿饱饭和2瓶水，价格不菲；另一个想换5个玻璃，我没有。直到元气少女郭德纲跳出来，他说他有电线，免费给我。为了之前那3个全麦面包还人情，我没接话，反而问他：“你有碗或者杯子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回复说：“只有2个一次性杯子。”行，至少能用。我交易了一份还冒着微弱热气的面条给他。元气少女郭德纲瞬间激动到变形啊！热乎乎的面条，香哭我了！大佬，你这么做生意会赔本的吧？我淡淡回应：“没事，快吃吧。”然后掏出了我真正的鱼饵，如果有载具升级卡的线索，记得通知我。他几乎是立刻回应我。收到，大佬你太出名，容易被人抬价，我这种小透明去收，保证是底价。可算把小电箱修复完成了。深夜的冷风搁在脸上，手指拨弄着破碎的面板，看到指示灯转绿的那一刻，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。只要明天太阳出来，3轮车的电力就能回满。被窝里带着点淡淡的霉味和体温，我躺下去，全身紧绷的肌肉终于开始松解。又是新的一天。游戏第4天开始，行驶公里数上涨20公里，今日剩余里程70公里。这点距离对重生的我来说，连热身都算不上。毕竟我这种每天跑满200公里的人，这100公里的涨幅根本不够看。电机启动，低频的电流声在旷野回荡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旋律，那是活着的动力。平行公路，这么说，一会儿可能遇到其他玩家了。同类往往比怪物更狠，2条路逐渐接轨，那种被迫社交的压力让我想笑。前世我就是在这种路口被骗的。果然是引擎的哀嚎声，对方像只疯狗在追赶我。银色的面包车紧贴着我的侧翼，一张看起来很热心的脸露了出来。妹妹，难得见面，聊聊自己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寒意。人生第一课，没有社交，只有猎杀。哥哥，我饿1天了，有啥吃的先拿过来。求你了，你别在我车子，我有泡面可以给你。哟呵，还有这好东西啊！赶紧的给我泡好，再给我拿瓶水。那你用什么跟我交换呀？要不哥哥赏你一个香吻？不要。你等等，我给你拿泡面。你找到了没有？磨磨唧唧的，我警告你啊，别给我耍心眼子。什么？摸尸，爆了半个华子和一个打火机。
这玩意儿碰上对的人可能要嫁的。恭喜玩家获得新的游戏称号“刽子手”，佩戴此勋章，后面对人类玩家综合战斗力+3。看来这个称号应该是玩家首杀奖励。东西不少啊！恭喜你获得压缩饼干乘6，小面包乘7，金银花柚子汁乘3，矿泉水550毫升乘7，退烧药乘2。这蠢货没背包呀，那赚麻了。载具都是由个人绑定，没办法获得，但我是废品回收工，也许能把这辆面包车直接出售废品。废品回收工你好，检测所要出售的3手银色面包车磨损度为55%，无零件损坏、刮痕、凹坑6处，鉴定价格为89求生币，请问是否确定出售？出售。求生币可以在怪物商人和怪物商店使用，89求生币购买很多东西了。哎，前世好像是连着拿了3次分区榜单排名前100，求生币才破100，天胡开局啊！哎，等等我呀，我车技不快。不知道这人是不是也是来送温暖的？你好啊，我叫李志，总算见到个人了。3天了，我的妈呀，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人了，都感觉要抑郁了。你好，我要先走了。今天的60公里还没有跑完啊！好，那你赶紧走吧。我之前在聊天面板上加了一个好友，他就是因为公里数没有完成，头像直接变黑了，这可耽误不得。哼，果然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，装个笑脸就觉得我是好人了，比上一个还好骗。你怎么知道？有人会单纯一些，傻一点，但你演得太过啊！这就死了，我还没补刀呢，这匕首有问题。被毒药泡过的匕首，刺破敌人一个小伤口，就能让他彻底嗝屁，一定要小心使用，不要伤到自己哦。毒性消失倒计时112小时。恭喜触发双杀奖励，新手保护期就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连杀2人。妈呀，你是兵王还是杀人狂？先看看这里置的物资。恭喜你获得矿泉水乘3，小面包乘2，女性上衣乘1，女性丝袜乘1，载具升级卡碎片乘1等27件物品。看来李智已经杀过人了，把电动车也回收了。恭喜你获得11求生币。载具升级卡碎片6块，可以全部凑齐，现在升级完整。载具升级卡农用电动3轮车。农用电动3轮车升级所需物资：铁块10，钉子10，橡胶2，电池3，玻璃2，塑料3，电动车车灯1。现有物资已满足升级条件，请问玩家是否要立即升级？不错，总算能遮风挡雨了，速度也从每小时50公里大到每小时70公里。恭喜成为全区第一个升级载具的玩家，请问是否要进行全区公告？公告有奖励哦。公告：恭喜玩家无敌黑旋风成为全区第一个升级载具的玩家，获得属性药丸3枚。这奖励不错啊，力量、体能、敏捷可上涨了2个数值啊。大佬，我没找到载具升级卡，但找到了电击扩容卡，那需要2份泡面，你看换不？换，这是我刚需。车子变大了，正好需要扩容电池，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接下来就是开白银宝箱了。死去的野猪，哇塞，这只猪猪足足有300斤呢，无毒可食用，可加工。恭喜玩家获得丰富物资，共有棉花10斤面粉、烟雾弹2、防弹衣1、防疲劳墨镜1等17件物品。哈哈哈，大丰收啊！这么大的野猪做起来太麻烦了，还是找个会厨艺的玩家合作，让他给我加工成美食，这样能节省不少时间。毕竟现阶段努力提高自身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天天都是无聊的公路生活，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呢？明天就是游戏的第一个副本挑战，挑战成功任务奖励丰厚，挑战失败将会随机获取5种现有资源，点击报名自愿参加副本。详情介绍：速度与激情1星副本系统随机分配20人为一组，全程55分，分数最低的5位玩家判定为输，最先到达终点的积100分，第2名积95分，往后以此类推，后5名不得分。路上遇见的绿毛怪，成功击杀1只，积20分，总体排名由分数决定。
绿毛怪，我的妈呀，听着就感觉很恶心。我们一定要这么卷吗？大家一起过去躺平多好吗？我赞同咱们啊，只比速度就好了，都不要去击杀绿毛怪，那也是一条生命啊！你俩这发言好像个傻子。新手保护期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不信再多练一点。这保护期结束，直接嗝屁吗？我不太想参加，我物资够，万一输了得不偿失。哎，明天大家一定要小心啊！除了要提防绿毛怪，还要提防是否有人图谋不轨。我的电动三轮车虽然跑得不快，但是可以多杀点绿毛怪。绿毛怪是前期最低级的怪物，没有灵活度，真打不过，跑也能跑掉。两个小美女给哥哥看点好看的，就让你们走，怎样？老子我这暴脾气，不用过去，我有好东西。哼！啊，有毒！好家伙，这辈子值了。咱们快走吧，已经落后了。不补刀，物资你不搜一搜？坏人，坏人，走吧。真是一个好心眼的姑娘。别杀我，我背包里有物资。放心，戚某的大刀从不杀人。谢谢。我还有一把小刀。面前跳出公告：废品回收工你好，崭新的摩托车磨损程度为3%，无明显划痕，零件完好无损，功能完整，判定为119个求生币。请问确定要出售吗？竟然有119个求生币，之前那辆银色面包车才拿了89枚啊！这次彻底发财了。摩托车在蓝光中分解，我握紧方向盘，在这个随时会丧命的废土，资源就是尊严。正开着载具，视线前方突然窜出一个巨大的影子，竟然是绿毛怪。这种大家伙得震天响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心里盘算着这玩意儿能给我换多少分。我开着车撞向他，这种初期的怪物果然都好杀。我脚下没松油门，看着他在后方狂暴，我心里毫无波澜。没想到这些东西刷新的还挺快。既然系统想增加点难度，那我的白剑长刃正好可了。我把车停靠住，跳下车，拿出长剑奔向他们。公路尽头出现了人影，看来第一批副本幸存者已经在终点区集合了。一个穿着夹克的男人说：“咱们要在这一直等多久啊？”语气里全是疲惫。对面的女孩皱着眉头：“谁知道呢？估计要等所有人都到达终点，排名成绩才出来。”黑衣男笑着说：“你们杀绿毛怪了吗？我发现他行动速度其实很慢。”他一副聪明的样子。咱们都在车上，只要绕开他继续往前走，他根本就追不上啊。旁边一个壮汉接话道：“我一只都没杀，想着早点到终点也一样，分数也是高的。”我猛地挥动剑刃，剑锋切开绿毛怪皮肉的比例感非常真实，绿色的碎片瞬间掉在发烫的路上。我猛地挥动剑刃，剑锋切开绿毛怪皮肉的比例感非常真实，绿色的碎片瞬间掉在发烫的路上。杀了20只了，我蹲下身，大口喘着气，汗水顺着脸颊滴在沥青上，身体确实感觉到有些累了。直起身子看向远处，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的笑。拿个第1名，对我来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面前跳出公告：恭喜玩家获得新称号绿毛克星。还调侃我：“你真的好凶残，好暴力哦。”可是人家很喜欢哦。看看这称号，绿毛克星。佩戴此称号后，面对绿色的怪物，3项基本属性各增加10点。换完新称号，原本沉重的四肢瞬间轻盈起来，这种能再战300回合的感觉，真的会让人上瘾。应该有些够，绿毛怪竟然又刷新了。看这架势，这波刷出来的数量好像比之前还要多出不少。既然刷新了，那就继续杀吧。我身形倒提，双刀在空中划出2道黑色的圆弧，直奔怪群中心。杀戮还在继续，而此时的终点线那边，一群等得不耐烦的玩家正围在一起，满脸都是怨气。领头的男人抱着胳膊大喊：“到底还有人回来没啊？这游戏不现实吗？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暴躁。他接着埋怨：“要是一直有人不回来，咱们就要一直等下去。”旁边的短发女孩叉着腰喊：“对啊，服死了！我今天的60公里还没跑呢，这马上都1点了。”那个穿夹克的男的一脸无奈：“到底是哪3个这么默契？我是真无语，没那能力报什么副本？”旁边那个穿背心的红发壮汉冲着天空吼：“有没有管理员在啊？”
出来，赶紧给我出来！轰隆一声巨响，对面毫无征兆之夜，一头穿着方格衬衫的牛头怪从裂缝中挤了出来，浑身肌肉快要把衣服撑爆了。谁喊我？是谁打扰我睡觉？面前这牛头人管理员瞪着眼，阴森地问：“我的游戏有问题吗？你们对管理员有意见吗？”这气压低得吓人。就在大家快被吓尿的时候，这大块头突然挠了挠耳根，不对，我应该下班了才对啊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为什么这个副本还没有结束？我靠，忘记设置时间了。这管理员也太离谱了。”他猛地一激灵，有一玩家发现了 bug， 在反复刷怪，距离倒计时还有5分钟结束。如若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到达终点，将会判定为保证失败。这说明我必须在5分钟内冲到终点才行。我迅速上车，猛地一踩油门，3轮车在柏油路上划出一道黑印。终点处的玩家们突然指着远方大喊：“快看，有人回来了！”载具在公路上疯狂漂移，卷起漫天沙尘。我死死盯着前方，伴随着引擎的嘶吼，我直接冲过了终点线。系统公告响起：“恭喜你到达终点。”我这才敢大口喘气。我刚跳下车，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就跑过来埋怨：“哎呀，你咋那么慢啊？这都快下午2点了。”我低着头，脸上由于尴尬和劳累涨得通红。我车子坏了，想修车绿毛怪还总捣乱。那个戴帽子的女孩走过来，神情复杂。小姐姐，你是后5名，有没有什么吃的？赶快吃掉。她低声提醒我，不然一会儿扣物资的时候扣掉了，就亏大了。这话听得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赶紧掏出一个小面包塞进嘴里，说的有道理。既然名次不好，那只能先填饱肚子，减少损失了。我正嚼着呢，全区积分榜突然炸响，系统开始结算。第1名无敌黑旋风1380积分，第2名百战小樱270积分，第3名奶嘴也是嘴180积分。有个小伙眼睛瞪得圆滚，喊着：“我操，无敌大佬在我们中间！”另一个直接怀疑人生：“是什么？1380分，这要杀多少只绿毛怪？”甚至觉得我有隐藏奖励，壮汉扯开嗓子吼：“谁是无敌大佬啊？大佬给个好有味啊！”吵得我耳朵都要聋了。系统音响起，副本结束，所有人原路返回，伴随着一连串穿梭的鸣响，10几道耀眼的蓝光柱平地而起，所有人都在光幕中瞬间消失了。睁开眼，我已经回到了熟悉的公路。恭喜玩家无敌黑旋风获得小组第1名，特获以下奖励：塑料10、橡胶100、袖珍橙子树1、迷你花盆1、植物营养液10等138件物品。恭喜玩家无敌黑旋风获得了华国88大区速度与激情副本积分最高排名，请问是否全区公告？公告将获得丰厚奖励。这便宜我当然得占，直接点下确认。恭喜获得终极背包扩容卡1、载具升级卡碎片2。我心里盘算着，现在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，有了这扩容卡，能给背包再增加100个空位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了。点开论坛，置顶的第1条就是情报君发的：无敌大佬隐藏的太好了，还会演如剧。无极大佬身高1.8米左右，是个肌肉男，他肯定是完成了什么隐藏任务。谁能有消息啊？无敌大佬身高1.8米左右，是个肌肉男，他肯定是完成了什么隐藏任务。谁能有消息啊？有消息，咱也不至于被扣了5种物资啊！我起风了。你没我惨。参加副本之前，我把所有的物资全都传给了我的好朋友，然后得了倒数第7名，没扣我物资，但是我朋友不见了。是你的紫薇吗？游戏里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种植都很简单，往花盆里一埋，撒下营养剂就可以了，以后不愁没有水果吃了。回头要弄一张床垫和被子，不然劳累了一天，睡起来怎么也不舒服。前世我在这条公路上挣扎了4年，没想到还有重来一次。纵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但这条公路它有尽头吗？要一辈子都这样前进下去吗？从一个做饭炒菜锅都抬不起来的柔弱少女，变成了几乎杀人不眨眼、砍怪不低头的冷血战士，这是我想要的吗？啊，想不明白，所以还是睡吧。玩家中华小当家向您赠送了一份礼物，请问是否接收？哈哈，这个中华小当家就是我前2天找的厨师，我给他提供食材，他负责为我烹饪。那头野猪就是给了他，不得不说这手艺相当不错啊，堪比5星级大厨啊！不知道有多久没吃过这么正常的食物了。好好活着，好好感受一切，纵然是在游戏中。救命啊！谁那有退烧药？我感觉我都快烧到80度了。我愿意用5个载具卡升级碎片，1个小桌子，1个压缩饼干交换。我有退烧药，要你的5张载具升级卡碎片，1个小桌子，压缩饼干不要。你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没有了，我最值钱的就是这3样了。算了，今天心情好就当日行一善。对了，我还有个粉色卡片，没有商品说明，但可能以后是好东西。你看你需要吗？
这个卡片以后可能是好东西啊，一锤子买卖不带反悔的。我懂，啥都没有命重要。你信我这玩意儿，就是能让灾局升10级，我也不后悔。成交。这其实是一张特殊站点邀请函，粉色代表的是美容院。进到美容院里面，不仅能迅速清空疲劳值，还能增加健康值啊！7天碰见2次站点，这是什么逆天运气啊？忘了收绿毛了，这么好的发财大计都能忘。帮我收一下绿毛，基本上30个绿毛换一个压缩饼干的价格。放心，大佬，我一定给你收最多绿毛，用最少的资源让你见识见识俺的实力。绿毛竟然追上来了，那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。啊，这个站点竟然是加油站。嘿，有没有什么要购买的？穷鬼勿扰。不差钱，我要购买加油包哦。尊贵的顾客，瞧我刚刚还没睡醒呢，以至于怠慢了您，请原谅我的无礼。没关系，把加油包价格单列给我，让我看一下。好的呢，很荣幸为您服务，您真的是我遇见最美的顾客了。初级加油包可将速度调整为100千米每小时，1小时0.1求生币，5小时0.2求生币，10小时0.4求生币。兄弟你好，我要高级加油包，20个1小时的，20个5小时的，20个10小时的。Oh my god， 您竟然是这么尊贵的客人，我竟怠慢您，我真该死呀！尊贵的顾客，为表歉意，我将送您一张本店的至尊 VIP 卡。来，送给你。谢谢你哦。狐狸家族至尊 VIP 卡，狐狸家族所有产业打8折，且赢得狐狸家族好感，糟年你走大运了。不应该啊，一共就消费了36个求生币而已。最富裕的狐狸家族竟然把他们的至尊 VIP 卡给出来。要知道，狐狸家族产业包括银行、修车行、挂物商店的，每个玩家都会用到。尊贵的客人36出求生币，打完8折刚好28.8，请扫描这里付款。多余的算作你的小费，辛苦你了，很喜欢你的服务。非常感谢，尊贵的客人，遇见您，我真的是太幸运了。恭喜玩家解锁怪物好感度哦，又解锁怪物好感度了。加油站店长紫狐狸好感度29，垃圾站站长大象先生好感度17，一星副本负责怪牛头怪好感度0。为什么大象先生的好感度那么高？难不成是自己在垃圾站的表现太过英勇，被注意到了？又为什么牛头怪对自己的好感度是负数？我都拿了全区第1了，这还是负数合理吗？哇塞，使用加速包后置速度太刺激了！靠，又是一个红绿灯，谁家神人能7天内遇见3个站点啊？欧皇附体啊！竟然是我一直期盼的怪物商店。尊贵的 VIP 客人您好，我就说今天早上听见喜鹊叫了，原来是您要大驾光临。老板你好，你好漂亮呀，你的尾巴真好看。真的吗？谢谢您的夸奖。怪物商店老板白粉双尾狐对您的好感度为10。客人您坐下慢慢选，我去给你准备下午茶。辛苦美丽的白粉双尾狐老板啦，好家伙，还服务上了。啥时候自己有过这个待遇啊？以前在怪物商店，老板都是爱答不理。全自动驾驶系统价格500求生币，全自动机械臂价格300求生币，肯德基全家统城10价格都是好东西。求生币，除了那俩我买不起，其他全要。求生币，最后一波再去羊毛不好摆不好。5求生币，全图纸价格0.5求生币。尊贵的客人，你真的是太有实力了！前2样商品为什么不买呢？是不喜欢吗？不喜欢，鬼不喜欢，还不是因为穷啊！不太喜欢他们的名字，感觉冷冰冰。你看那个粉色电锯多好听，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。我明白了，尊贵的客人，我们会好好改进，争取下次让你满意。这玫瑰花茶真好喝，玫瑰是你们自己种的吗？是的，尊贵的客人，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我送你几包吧。好的，那就谢谢你了。恭喜玩家期许获得怪物商店老板的馈赠玫瑰花茶10包。客人，
您刚才选取的所有商品一共12球生币，打完8折后是9.6球生币。收款10球生币。我的客人，你怎么多刷了这么多球生币？多余的是给您的小费，您的服务这么到位，值得。怪物商店老板的目光掠过我，眼前的好感度上升到35点。老板那双白粉色虎耳轻轻颤动，送给我一个精致的礼盒。耳边响起熟悉的提示音，屏幕出现在我的眼前，4份三明治与2份小饼干已放入背包，这些补给是可以增加健康值的。我拿着礼盒，面色不改，但内心却十分欣喜。我离开商店，踏入滚烫的柏油路，老板迎着送我离开，刺耳的刹车声撕裂了宁静。一辆银色的硬派越野横在路中，穿着白衬衫的男人下车，眼神里充满了贪婪与傲慢。他向我询问道：“这里头是干啥的？”他语调轻佻，我甚至懒得施舍多余的目光，冷冰冰的从齿缝中挤出一个字：滚。他被激怒了，污言秽语像苍蝇般扑面而来，可他不懂这荒原的规矩。我心里盘算着，只要人没死，载具就无法回收。这规则让我有足够的理由彻底动手。电锯的轰鸣声在瞬间炸裂，机壳在烈日下闪烁着冰冷的工业感。狐狸家族最厌恶血腥与肮脏，为了防止好感度降低，我立即说道：“我不愿他惹你生气。”眼前的光幕再次跃升，好感度猛冲到55点。那只小狐狸在远处看着我，眼中带着感动。叫淘淘的小狐狸眼眶噙满泪水，哽咽着问我有没有受伤。我低头回应后道别。在小狐狸的目光中，我走向我的载具。下次再见就不知道何时了。蓝色的3轮车发动，排气管发出的沉闷轰鸣。我回到车上心有余悸。妈呀，差点前功尽弃，还好脑子转得快。劫后余生的心悸让我差点脱力。烈日灼烧着这台银色越野，空气中弥漫着轮胎橡胶被烤焦的刺鼻气味。指尖捏住那张冰冷的废品回收卡，这是这个荒原上诱人的财富凭证。眼前跳出淡蓝色光幕，越野车身上每一处磨损都被转化成冰冷数字：289枚生存币。这笔巨款足以支撑我在这个该死的世道再活很久。我果断点击确认，庞大的金属躯壳迅速瓦解消失，换成我背包中的生存币，余额升至349生存币，沉甸甸的。蓝色的3轮车还在等我，它虽然简陋，却是我在末世中唯一的移动堡垒。坐进狭窄的驾驶室，我摊开掌心，黑色的升级卡如幽灵般浮现。3级载具是我接下来的目标，铁块、钢筋、玻璃，每一项材料的缺口都在无声地催促着我。最关键的电控系统电子元件依然显示为0，那东西在废墟里比黄金还稀缺。聊天频道突然弹出提示，是退役魔法少男发来的消息。他问我还有没有汽油，他有个好东西我肯定能用上。他手里那个好东西竟然就是我苦寻不得的电控元件。交易达成的一瞬，6桶汽油和 KFC 套餐消失在背包，取而代之的是精密的电控元件。阿巴阿巴，退役魔法少男的感谢声在耳边回荡。我使用道具将背包静止格与背包融合，背包静止格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，食物拿出来还是刚做好的样子。背包里的食物，披萨与全家桶的香气仿佛穿透了背包格子。我向元气少女郭德纲投喂了热腾腾的 KFC 后，收到了中华小当家向我发送的礼物。获得猪肉白菜炖粉条500克乘5，蜜汁烤肉500克乘5，土豆片炒肉500克乘5，香酥炸五花500克乘5，脆皮五花肉500克乘5，糖醋里脊500克乘5，樱桃肉500克乘5，猪肉白菜饺子升200。各种炖肉和200个饺子塞满仓库，我感叹着还得是厨子。我提醒着他公路生存法则，新手保护期明天就要彻底画上句号，告知他气温可能大跌，注意防寒。他感谢的声音环绕着我的耳边。好，谢谢大佬。蓝色3轮在公路上颠簸，远方地平线闪烁着一抹诱人的银色弧光，那是白银物资箱。它安静地躺在路基边缘，诱惑着每一颗贪婪的心。公路边缘外是怪物的领地，每踏出一处脚印都可能是在自掘坟墓。我握紧刀柄，银色箱子近在咫尺，我能看到它盖子上复杂繁琐的巴洛克浮雕，一边凸起，漆黑的毛发从宝箱渗出，腐臭味瞬间塞满了我的鼻腔。刀锋破空而去，斩断了那些湿漉漉的触感。解决怪物后，我拼了命向公路狂奔。我大口喘着粗气站在柏油路面，回忆着那些大眼怪在草丛里蠕动，漆黑的毛发和血盆大口让我毛骨悚然。他们能无限捆绑对手，一旦被拖入深渊，就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。一个下午竟有1000余名玩家化为枯骨，1500人的生命瞬间清零。这冰冷的数字比怪物更让我感到绝望。蓝色光屏上的人激烈讨论着因银色箱子发生的惨况。你刚才没看见银箱子吗？我没敢动，现在太庆幸我的胆小了，要不然也凉了。有没有人收怪物肉啊？物品说明上写的是可以食用。一个战狼009的玩家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询问着有没有人收怪物肉，
显得与大家格格不入。我眼神发光，看出他的能力超乎一般，这种高手需要结交。我打开私聊框，拿出 KFC 套餐与他交换，他欣喜地与我交换，还送了我一个麻醉针道具。嘿，可以，是我占便宜了啊，送你一个带麻醉针的戒指。战狼0日19向您投送蛮横野牛肉500克，麻醉戒指成衣。片刻后，我看着背包里满满的物品与道具，发出感叹。系统也随之亮起，检测到玩家期许3级载具升级条件已达成，是否开始升级？升级需要20分钟，请合理安排时间。20分钟的时间足够我开好银色箱子。我内心盘算好，点击光幕确定升级。我走到银色箱子前，做好准备打开，期待着里面能开出什么东西。系统冷静的声音响起：恭喜玩家获得布料乘10、鸭毛8、毛线5、大厚棉被2。我内心毫无欣喜，甚至有些失落。